6年前，我辞去了自己的工作，开始创业。6年过去了，我接触了股票、实体电商、互联网等多个行业，我自己也创业做过很多的项目。回头看，其实我在创业这条路也摸索了很久，走过月亏几十万的谷底，项目失败时在床上哭坐到天明，也操盘过月销几百万的项目，在自由和忙碌之间奔走。可以说，创业就是与概率共舞，尤其是面临未来的不确定时，人生该如何决策，尽可能打出自己的最佳球。不管是职场还是创业，永远是知易行难，知道和做到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条视频是我对自己摸索经历的一点复盘，同时也希望能够对你有所收获。严格来说，我应该算是从大一就开始研究如何赚钱这个问题了。那时当然不懂什么叫做创业，我是买了股票，因为我读的是金融学。我刚读大一的时候，我爸给了我10万块钱，然后我去买股票了。做着到大学毕业已经有了18万了。我开始出来实习后呢，我爸又给我30多万。毕业2年之后，账户是直接冲到了96万。当时主要是撞上了2个牛市，一个是2015年的股票大涨，一个是2017。刚好我读的是金融学，又在银行上班，读了很多股票投资的书，尤其是一些银行股投资的、保险股投资的。当时买的就是保险股中国平安，还有一个新华保险。那几年的走势是非常不错的，还打中了几只新股。作为大学毕业2年的我来说，有这么一笔资金就开始蠢蠢欲动了。我们单位所有的男同事天天问我买了什么股票，甚至我的女领导还向我请教怎么打新股。其实我很少打开股票账户，买了就没怎么动过。我在银行上班，每年的收入还没有我一天的账户波动大。我一想，在这银行待着也没什么追求了，不如出去创业。然后我就真的出来创业了。这一出来就踩了大坑，就是我进入了实体行业。对于股票投资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没有太多好讲的，就简单带过一下。基本上我个人认为，如果你是上班族，没有100万的本金，碰这个东西意义不大，毕竟现在也没有那么多的牛市了。如果你是创业的，没有300-500万，你都没必要去了解这块，从时间性价比来说不值当。如果你是在市场上每天还要烦恼温饱问题，还要研究怎么升职加薪，或者要想着怎么做生意，你去研究股票真的是研究不过来，很大概率导致你本职工作分心的问题。甚至很多人炒股多年，连财报都看不懂，资产负债表的科目都搞不明白，所以只能跟风听消息，无法产生一点独立判断的意识，这就很难。而且股票市场它还承担了一部分非市场化的功能，所以你懂的，这里就马师傅点到为止。那我进入下一个章节，我在实体行业的经历。谈起这个话题，我就拍自己脑袋，我怎么会进入实体行业？后来我总结了，人生确实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实际上后来我进入互联网之后呢，我也很少见到我这种一开始创业就有100万资金的开局，基本上是没怎么见过。大部分遇到的互联网行业的老板都是小时候家里穷才出来创业的，有些说老实点就是家里一点钱都没有的，出来找出路。那后来想想呢，我有一笔钱其实并不一定是件好事情。如果当时我没什么钱，说不定能少走很多的弯路。但是在我当时的角度，我那个时候出来一看，我的感觉是互联网有什么好做的，完全没有任何的概念。而且那时候说到互联网是什么，第一个就是那个什么写公众号，对吧？那时候很早期的写公众号，那写公众号能赚几个钱？你又不是什么大作家大博主，条条10万加，你一个素人去写一个公众号，一个月赚个2-3千块钱，对吧？辛辛苦苦写文章，一个月接几条广告，赚个2-3千，写得好了可能1万把块钱。而我一天股票的波动可能就是7-8万，所以在我的认知里面，我根本就不会选择往这个方向发展。但其实后来我认识了很多博主，一开始做个自媒体开始写作，一路写公众号写知乎，到现在做长视频短视频，实现了人生的逆袭。这些都是当时我们没有办法预见到的。当时还有一个很火爆的业务呢，就是微商，那东西看着都挺 low 的，所以我就完全没关注过互联网这一块，这就导致我进入了实体行业了。在实体中呢，我也参与和考察了非常多的业态，这里挑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行业来谈谈，餐饮。当时我进入了餐饮行业，我认识了一位肯德基的前高管，他创业想做一个餐饮品牌，然后我也入股了。当时忙活这个品牌的就是我和他，还有链家地产的一个经理，还有台湾的几个餐饮人。有些小伙伴可能不知道，很多小吃都是从台湾传过来的，比如说珍珠奶茶呀、炸鸡排呀、烧仙草之类的。所以当时觉得台湾的餐饮人研发小吃出品都挺专业的，再加上肯德基的前高管，还有地产经理找出来的店铺选址都是在黄金地段捡的漏，我觉得还不错。但最后这事没做起来，因为我们做的是三明治这个类目，当时是很创新的，我从没见过那样的三明治，而且很好吃。总之就是一个全新的品类吧。我们一共是开了3家店，然后我们的店铺生意都还不错，但是一直没到我们想到的能够引爆市场的状态。毕竟我是一个外行，后来过了几年之后呢，我总结经验，就是三明治这个品类它本身还是有问题的。
它注定呢只能是一个网红产品，所以我们当时做的路径是错的，我们是开了中型店，而且我们的产品线多了一点，还有主食。实际上我们应该开小店，而且是开单品的小店，这样的话呢，能够有机会做一款网红的产品出来，产品线一多，客户就不知道你的主打到底是啥。但是网红店毕竟是寿命不长的，实际上我这几年反过来一看，当时如果是开一个粉面店，其实倒挺符合市场需求的。餐饮市场是下沉的，尤其是这几年的消费降级，反而是粉面店的加盟还可以，或者是更简单的开一个奶茶店，好好做一下奶茶加甜品的研发，那爆发性更强。现在你在小红书上都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就是在很偏僻的地方，可能一年才几千块的租金开一个奶茶店，然后招商加盟居然能招300-500个加盟商，每个加盟商交几万块钱，或者是花1万块钱学手艺不加盟。我有时候看到这些小红书做加盟的了，我都挺为那时候我们做那个品牌感到心塞。要知道我们第一家店开起来的时候就已经花了80万，光是样板店、产品研发，还有品牌设计、供应链，还有请人工都请了20个，还有大量的运营细节，还有装修做门店的费用，我们一共开了3家店，差不多接近要300万的投入。当时真的是很用心的，不过站在当时我确实看不懂了，毕竟我是半路出家，创业经验不足，更不了解餐饮。也是这次事件呢，让我对所谓的高管创业不再感冒。高管真的就是高管，高管特别严重的问题就是容易眼高手低。由于在大公司待久了，他一出手就出手不凡，追求的格局都很大，这就导致成本压不住。但你又不是大公司，你没有那么强的现金流，初期就应该好好去打造一个小店。他甚至搞了一个总部，有研发部、品牌部、招商部、财务部，厨师是很专业的台湾师傅，能上杂志那种，出品非常好。还有一群台湾的入股进来做餐饮顾问，就是为了尽快的把店铺运营和市场营销都跑起来，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应该是先好好的去打造一个样品店，根本不用这么大的投入。站在盈利的角度，好好去打造一个单品的网红店铺，投资成本并不高，300多万的资金，你可以开多少个单品小店呢？压缩成本，光尝试各类选品都可以尝试 N 次了，还可以总结 N 次经验，总能搞起来。当然了，这些都是后来自己创业有了经验了，才能去思考明白这些东西。有时候觉得也挺讽刺的，真的很多的老餐饮人、专业的餐饮人，他们做店铺总是做不大，做得好的呢，可能就那么几家小店，口碑好，但是它规模做不起来。反而是很多的互联网人可以把餐饮搞成连锁。想起这件事，还是觉得挺感慨的吧。当时我是跟随了一群有行业经验的老餐饮人，结果失败了。在他们的理解里面，餐饮市场其实已经是存量市场了，打法也非常的成熟。但是他们并不了解，其实很多在餐饮市场上纵横捭阖的都是有互联网基因的，而不是有餐饮基因的。台湾人懂餐饮，可是台湾人懂个啥呢？中文互联网。如果当时呢请的不是台湾的餐饮顾问，而是请了一群互联网高手团队来操盘，结果又是如何呢？可能我们早就起飞了，这些都是后话。后来我了解到互联网才知道，掌握行业经验不如掌握渠道。现在给你出一道思考题，如果给你这样的一个餐饮品牌，你会怎么玩呢？换到现在的这个环境，我现在还是餐饮的外行，但是如果用互联网的思维去运作的话，我觉得首先把产品定位做垂直了，然后我们自己自营线上的品牌账号做曝光，拿了300万，一半给自己的矩阵账号进行投放，一半去某红书或者短视频上找博主投放。300万的投放会引流来多少的客资呢？甚至我们只需要等几年，和哥哥搞一个埃坤联名鸡肉汉堡店，我们早就发财了。实际上我当时觉得主食只好吃，但没有什么深刻的记忆点，反而是一些小吃感觉非常的独特。如果能够把它改造成奶茶店，然后主推几款奶茶爆品，加上台湾小吃，我反而会觉得特别有意思。可惜当时的认知就只能匹配那个结果，核心团队什么都懂，在后端运营的每个细节都非常清楚，在研发、品控、店铺运营和供应链上费了很多的心思，可惜就是不懂渠道，不懂招商。所以光有好口味的产品不行，市场需求和客观环境比啥都重要。这3家小店呢还一直开着，能盈亏平衡，但本金也赚不回来了。后来谁也没有预料到会有口罩事件，终于觉得没必要坚持下去，就关掉了。当然那个时候呢，我早就离开了，只是拿了一点分红挽回损失。今天我回头去看，招商加盟这个市场还是很不错的，包括我也有了解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在招商加盟这个市场里面，可以说是赚得盆满钵满。这个市场呢本身有争议性，从商业的角度来说呢，我也不做过多的评价，反正有人赚钱也有人挨打，我只是说这个市场本身还是不错的。如果产品好，运营好，倒确实是一门不错的营生，也确实能扶持起一批加盟商。
至于大家不同的看待角度，你们自己去决定就可以了。毕竟我也只是这个行业的过客，咱们只谈商业本身的逻辑。对于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降维打击，我是在后来才猛然惊觉的，这与时代有关。大学开学的时候，我用的还是诺基亚的老人机，直到大一的下学期了才换了新出的小米2，第一次体会什么叫做触屏手机。大学毕业前用的还是 QQ 聊天，我们不算是互联网的原住民。我也自我安慰了一下，如果不是这次失败，我可能就不会进入更广阔的互联网行业了，而是一直待在餐饮行业了。但不得不吐槽一句，近些年来呢，互联网行业也有餐饮化的发展迹象，高大上不再是互联网行业的专属，取而代之的是各类杂活细活。商业与渠道总是息息相关的，关于实体创业的经历，有机会再给大家分享。在这里我不得不再插一句嘴，后来我在杭州呢看到一家iKON汉堡店，开遍了大江南北，真的是触动了我心里的那根弦，导致我直接把iKON这个关键词加入了屏蔽。只要我在网上搜索的网页包含这个关键词，就会自动关闭浏览器窗口，防止自己因为义愤填膺无心工作。当然最重要的是避免员工知道我是iKON，要是我再说教他们给我来一段激舞怎么办呀？总之吃亏之后我就懂了，做项目一定要研究清楚这个行业真正厉害的人到底是怎么玩的。所以我当时就想，进入一个行业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你要搞清楚这个行业中厉害的公司是怎么玩的，你要搞清楚这个行业中真正赚钱的人他是怎么赚钱的。而且这里面它分成2种层面的厉害。第一种是很厉害的正规军，我说实在的，因为我是自己想要创业的，所以正规军的模式我就不想去看了。我这里单就从创业的角度来说，我想看什么呢？我想看野路子比较牛的。比如说电商这个行业，它正规军比较牛的是谁？那就没得说了，电商这个行业那正规军牛的太多了，各种品牌商，各种大服务商，各种商家巨头啊！我去他们公司的，如果说我是冲着这个公司里面当个员工，哇，我想拿更多的福利，或者说我想去公司里面当一个管理层，一直待在里面，那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你是冲着以后想自立门户的角度来，那我的建议是什么呢？这种大公司可以去，但你不要待2年以上，基本上你在里面待了2年之后，你也很难考虑怎么出来的事情了。像我对自己的认知也很深刻，我不喜欢大公司，规矩多，人事关系复杂。我本来就是从银行出来，当时银行的待遇都还是可以的，到手6、7千，哪怕你大厂的工资再高一点，但是大厂可能会裁员，大家看看这几年情况就知道了。而且在1线城市，你的生活成本会高很多。在大厂里面呢，哪怕你是混到管理层，除非你真的是顶层的高管，比如说独立负责一个渠道的用户增长，或者是独立运营起一个业务盘，这种人出来创业的话就比较厉害，因为他理解多个业务层面是怎么统筹运作的，否则的话真的意义不大。所以我当时想要出来创业，我肯定就不会冲着正规军的路子去了，要找什么样的人呢？要搞明白野路子是怎么玩的，因为这种人的路径他是你可以复制的，哪怕不能全盘复制，至少能够局部复制。因为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业务细节或者是业务流程这种东西它并不是那么的重要，最重要的是他要了解多个业务层面是怎么统筹运作的，就是一个业务盘子里面它需要有多少个板块组成，以及如何组成。就像我前面做餐饮，产品研发、选址、店铺运营、供应链、品牌设计，我们都有专业人才搞定，但是渠道端没有招商加盟的人才，这个盘子就跑不动。所以进入一个行业之后呢，需要迅速看清楚有哪些关键板块，而且能不能搞得定。至于每一个板块具体的流程和细节是怎么样的，这些都可以慢慢摸索，或者说找人请教都可以。比如说我进入电商行业，我是怎么进的呢？我是从完全空白的一张白纸，我进入了电商这个行业，然后我很快就摸清楚了电商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当时我是直接去找这个行业里面的高手，而且我几乎没花钱就说服他带我玩。他是之前呢投资了很多家猫店，在他那个年代猫店非常的赚钱，而且猫店本身在升值的。一开始很多人都不知道淘宝下面分出来一个天猫是怎么回事，这个老板呢还是小二打电话邀请他去入驻的。但是后面一个猫店可能涨了几十万，你想想看这多夸张，对吧？就是他把这个猫店转手卖给别人，他就可以赚个10几万、几十万，对吧？这还不谈他本身已经在做的电商业务，就单纯谈他这一个资产升值都已经非常夸张了。因为他是一路从义乌跟了一个电商老板开始打工，开始做淘宝，跟他老板呢跟了1年之后开始自己创业了。那个时候刚好是淘宝的一个风口，就后来做着还不错，然后做猫店呢又赚了很多钱。他靠电商在江浙2地买了5套房子，所以他这个人对于电商领悟是非常深刻的。刚好那天呢，我在一个朋友的公司喝茶，这个朋友就把这个老板请到公司来给我们分享一下电商的经验。下午他要去佛山考察子公司的业务，我也不客气，直接要求就是跟他去这个佛山拜访学习，一路上跟他聊半天。简而言之就是想跟他干电商。当时我自己是什么情况呢？其实当时我在互联网上已经赚到了第一桶金了，
买了一套房，这些后面再说。当时呢，我是最早开始赚钱的，然后带了几个同学，还有几个兄弟。后来有几个兄弟做得很不错，是自立门户，所以我们自己也组建了一个信息网，什么项目能够做的大家合伙搞一下。但是大家都遇到了一个问题，所有人的年收入都卡在某个区间内上不去，关键是各种项目的红利期比较短，大家每一年的收入呢非常不稳定。于是我就开始想办法，当时就想要进入一个体量够大的领域进行深耕，能够长期发展。于是我就没有把眼光放在一个个的项目上了，而是放在行业上。我就思考了一下，把眼光放在了一个规模非常大的行业，就是电商行业，想要去接触这个行业一些比较厉害的人。那么我这里说说我是怎么说服这个老板带我们的呢？你要知道，后续和这个老板合作的人很多是交了几十万的费用才和他合作上的，而且合作深度比我们浅得多。所以如何说服别人就是我们人生中的一大课题。最重要的是你需要看透别人，他需要什么。首先第一点我就打听出来了，这个老板缺人。这个缺人呢，他不是指缺员工，不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因为你要知道，任何一个项目它的爆发的初期的时候，一定是需要一个自驱力非常强大的团队，就是那种可以1个月30天每天开工的团队，完全不需要休息。恰好对我来说非常合适，我马上就会叫来这样的人。第二，你会发现呢，特别能赚钱的老板，他们可能自己都不爱管业务，他们都是什么？直接投资团队、孵化团队、投资成型的业务、投资成型的团队，他们根本就不来一线，也压根不接触一线的业务，甚至呢，他们直接在顶层运作，根本不需要靠这个业务赚钱。待会我给大家来讲这个话题，最后我们团队呢就被他卖掉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做业务的，我们本身的核心资产是什么？我们的核心资产是我们的业务，是我们的店铺。而这些人的核心资产它是什么？他的核心资产呢，是他底下的团队。比如说我这个团队，他可以把我这个团队卖出去。关于他是怎么把我们这个团队卖出去的，我待会给你讲。第三，这个老板呢特别爱读哲学书，然后他还专门和我提到一定要去看一下《天道》。恰好呢，我虽然没看过《天道》这部电视剧，但是我看过原版的书，叫《遥远的救世主》。我刚好就投其所好跟他聊起来了。聊了之后呢，他发现和我聊天确实能够在一个频道，于是我就直接表达意向，言下之意就是我有一对小兄弟，我想做电商。当时聊得还不错，刚好他子公司那边组织了一群电商老板来听他做分享，他就要我第二天过去现场去听一听，体会体会。第二天的时候呢，刚好他是给人家电商老板做分享去了，底下上百个电商老板坐着分享完之后呢，他又回到自己的酒店，那群做电商的老板呢又跟着他回了那个酒店，就是想跟他继续聊。然后他酒店不是有2把椅子嘛，他就在那坐着。我刚一进去了，已经一大群人把那个房间围得水泄不通了。然后他旁边还有1把椅子，一群人一圈围着他。但有意思的是，另一把椅子就没人去坐。然后他一看到我进来了，他马上就招手要我过去坐在那个椅子上面，我就往那一坐，一群人就看着我，视线齐刷刷的射过来。我一看，都是一群做电商的老板，我就要笑死了。我对电商自己还是一个小白好吗？你们这样看着我，好像我是一个电商大佬似的。我瞬间感觉自己是某类目的 top 级商家半年后我想明白了，他要我坐在那里呢，不是没有意义的，是有原因的。这里先留一个悬念。散会之后，还有2个哥们在外面晃悠了很久，最后加了我的好友走了。不过这哥们就是后来做的确实不错，然后我就成为他孵化出来的第一个业务盘了。我自己开始做电商，我找了7、8个兄弟，都是以前跟着我的一些兄弟。然后这个老板呢，他也给我带了几个人。然后我们直接开始组建工作室，直接开始做，因为遇到任何问题可以直接找高手请教，而且他人脉网非常广阔，细节问题马上就可以给我们找到能够解决的人，所以我们很快就把电商领域的一些东西摸通了。那个时候是抖店刚刚兴起，平台给的免费流量非常的大，而且普遍价格虚高，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马上冲进抖店。当时抖店是一个新出来的事物，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怎么玩，而当时呢就有大量中腰部的达人，他们会拍短视频，会搞直播，他们的流量很大，但是变现很差，靠直播打赏就几百、1000的收入。他们自己也不懂电商，不会选品，只会干直播，所以我们就疯狂的去加这些达人。我的要求是每个人至少一天要加50个达人，进入这些达人的直播间，直接点赞打赏一条龙，然后上榜1。这种小达人的榜1非常的好上，等他下播了之后呢，直接聊天加好友。最后我们光是这种达人的群就拉了2个，所以团队其他小伙伴去选品做店铺，而我每天的任务就是要陪这些达人聊天陪他们家长里短，解决情感问题，给他们的直播提建议。谁哪天这个直播不开心呢，要哄他开心谁失恋的要劝一劝，谁出单的话呢，我就在这个群里面连发几个大红包，激励大家出单卖货，提供情绪价值。所以我们一群人就铺了很多家店，
啊，每个人至少负责5家店，店铺爆了就2个人负责1到2家店，运营呢主要负责选品和上架，客服主要负责回复问题和解决售后。至于怎么运营起店，怎么拉流量的方法，流程都是很透明的，只负责干就可以了。在选品这边，我们选的都是新奇特的产品，比如说水杯，它算是一个日用品，它的利润就这么高，那怎么样子可以把它的利润提上去了？怎么样子能够把这个水杯卖爆呢？这个时候你就要找那种创意水杯，有特色的设计，而且一定是刚火起来的新款。当时我们卖的最火的是2个品，一个是童袜，一个是创意水杯。一旦出了爆款，我们是真的会去联系上家的，直接告诉他我控了1000名主播啊，要他给我们提供独家价格优势。我们运营最好的店铺是从无货源进入了有货源，还专门跑到诸暨那边和人家工厂对接童袜，所以最好的1个月的营业额甚至达到了700多万。700多万的营业额里面呢，有将近差不多接近100万的利润，比传统电商要高很多。所以我自己基本上不会去某音上面购物，主要都是去某多多。其实项目本身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就是平台初期给的流量多，而且这种流量它不是慢慢上涨，而是一下指数型爆炸。算法它就是这样子的，平台想大规模推一个什么东西，不管是短视频还是店铺，要么就不爆，要么就是指数型的爆。这个时候还出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因为我说了，我一开始找的这个人他本身是从天猫店铺转型过来的，在我认识他之前呢，就有很多老板和他做天猫或者是和他做淘宝赚到了钱。那这群老板看到他现在在做抖店，很多就直接来找他问怎么做，因为他有入股到我们这，他是技术和资源入股，没怎么给我们投钱，甚至我开始赚钱之后呢，我马上又把他投入的本金又全部打给他了，分红还是按原来的比例分。然后这个时候他怎么样？他可能是觉得我把这个本金还给他之后，他觉得有点意思，他说我这个哥们有点意思的，后面的钱呢我是照样给他分的。然后他就给我们介绍了一群猫店的老板，他们很想做抖店。这群老板呢都非常有钱，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入局，所以他们就每个月给他几万、10几万的服务费，他把其中的一半给了我，我团队呢就去帮他指导那些老板，教他们怎么做。所以怎么说呢？越有钱的人他就越好赚钱。你可以啥都不干，那我们还得干业务，那我们也没话说，对吧？毕竟是跟着他无伤速通的电商，那很多小白摸索很久都上不了道。虽然和那些大的电商卖家没法比，但是比起那些小个体、小团队，我们当时做的算是蛮不错的了。我就这样还了解了一下代运营的业务，当然人家老板交了几个月的钱也磨通了，自己干去了，所以代运营这个生意呢它是不长久的。后来还有很多的代运营公司一批一批的出现，不过我也没去了解了，感觉业务模型并不稳定。人家是一路从电商走过来的，我们呢也确实是从他这里吸收了很多的经验，所以这是大家各取所需的一种方法。这个时候有意思的来了，他有了店铺的销售数据，而且有这么多的代运营店铺的数据，在自己的人脉网上呢，他就可以进行大幅度的曝光。我们就在里面忙，每天就忙着选品、上架、经营，而他也在忙，他天天在全国到处飞，不知道去了哪些地方。总之就是各处指导，到处接案子，到处入股。而我们是他的母盘，也是他的启动盘。到最后的时候呢，听说他在外省入股了一家2000多个员工的电商公司，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只是打听到。然后他的母盘应该是到那了，他又开始了下一个阶段的扩张。然后他给我的单子呢，只是本地的一些老板，但是他在外面接的单子呢，他接的案子呢，他占的股份的体量到底有多大呢？这些我就不知道了。当然了，这个钱确实是应该他赚，毕竟他在电商行业这么久了，不管是经验阅历还是人脉网都非常的丰富，信息网络也非常通畅。而我们毕竟是刚进电商行业，能够赚到这笔钱已经算是可以了，没有他的信息网络，我们也赚不到这笔钱。那这一次电商之旅呢，我和我的团队，我们是赚到了项目经营的钱，而他呢，已经彻底的财富自由了。后来某音推出了一个叫做抖客的项目，全平台都在声势浩大的推，而官方的前3家服务商，有一家和他就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已经不是我们这种量级的团队能够触及的了。这是我第一次亲身体会什么叫做商业运作，你赚的是哪个维度的钱，它决定了你的天花板。从头到尾，这个老板甚至不需要操作任何一线的业务，甚至在开展项目之前就开始盈利了，这个就是商业运作的厉害之处。后来我看了一部电影，我感觉对我的印证非常深。这部电影叫做 Founder 大创业家，讲的是麦当劳创始人发家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非常厉害的商战传记。麦当劳呢本身是2兄弟做起来的一个餐饮品牌，他们只在当地开了几家店。这个时候有一个无名小卒冲了进来，疯狂扩张，做成了国际品牌。到最后呢，做这个餐饮品牌的2兄弟连股份都没有。
我看完之后就感触很深。你说我当时看到它扩张，我完全没有那方面的意识吗？并不会。但是光是抓一线的业务还有团队管理，包括我要接触很多新的我没接触过的东西，这些都够我喝一壶了。而且无论是在电商圈的积累，还是在商业模式的运作，我都缺乏经验。人是需要情境学习的，从理论到落地，你不亲身经历一遍，你永远不会，只能看着别人长袖善舞自己看到的东西都是似懂非懂。麦当劳这两兄弟呢，是自己研发出了品牌和经营模型，完成了从零到一的过程，然后被人家拿走了。而我们本身呢，在电商行业中的积累就是零，盈利模型也不是我们自己研发出来的，所以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赚到了钱，上了一节商业课。平时呢，我也会和他探讨一些创业的问题。我还记得有一次他和我说过，他说你想找一个行业深耕，其实深耕是很难的，每个行业的格局都会很快被头部垄断。竞争到了最烈度的时候，都是分秒见高下，资本、团队、各路神仙，你不知道会从哪里杀出来。当然，现在你还是可以好好沉淀一下的，因为你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后来我也慢慢领悟出来了，沉淀是为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平时赚的是现金流，但是在稳定的周期里面，这个现金流它并不会没来由的放大。真正能够赚钱的时刻是接住复合周期，而你之前所有的沉淀会在复合周期的时候指数级放大。那个时候才是和所有的竞争对手短兵相接的时刻，你日常沉淀发挥多大的效率，就看那一刻。往往3个月、1个月就能决定人生的分水岭。很多时候，你可能以为自己在深耕，但其实你可能只是在一个平面上蠕动，而人家已经开始立体上升了，最后就是立体战。看起来大家好像都在一个行业干一样的事情，实际上你并不知道你的对手是在哪一个次元对你发起攻击。所以要有立体观，思考该如何纵向上升，迎接住属于你的复合周期。只要能够接住几个复合周期，人生的命运将迥然不同。就经历了这回事之后呢，我才把天道去看了一遍。可能就是当自己亲身体会的时候，你再去回顾，会有很多新的感受。后来情况大家也知道了，就是无货源这种东西嘛，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可以的，流量爆发的时候我们赚了很多钱，但是流量它会随着平台的发展慢慢下滑。为什么？任何一个平台的兴起它都是这样子的，不管是电商平台还是内容平台，在初期的时候，只要你进去，它就会给你供给大量的流量，只要你的选品或者是你的内容 OK， 流量都是免费送给你，你只要上去活跃就可以了。但是到后期呢，你的流量上不去了。第一个是入驻的人会越来越多，入驻的人它是指数级增长，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去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赚大钱了。这个时候你想要考虑赚钱是怎么样的？你必须要去4、5线城市，人力成本低，压缩成本去干。而当时我们在杭州，那杭州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用工成本非常的高昂。我们为了快速招员工跑项目，我底薪就要给他4、5千，这还只是底薪，还没加上提成点。那么在前期的时候呢，我们客服给的是1个点，运营给的是2个点，这个点位哪怕是在前期来说都已经可以说是很高了。而且赚了一波钱之后，一部分是有些兄弟翅膀硬了想单飞了，所以我们不管是从团队能力上还是业绩上都没有办法跟以前比了。而我也需要考虑现实问题，我要不要去4、5线城市压缩成本去干？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对手已经是4、5线城市的人了，他们的人工成本低，规模大，而且他们场地便宜。你想一下，我们1个月的月租，人家可能租半年甚至租1年。大家知道电商这个东西拼到最后就是打价格战，我们在1线城市是不可能长期和对方比拼的。所以我当时也在斟酌，最后还是决定不去4、5线城市了。一是我越来越感觉到一个项目是有周期的，在周期的后期，哪怕你付出3倍的努力，赚到的钱呢，也只有以前的1/3。而且我感觉自己还年轻，不想这么快就固定在一个很成熟的行业。而且那个时候短视频直播开始火起来了，那我了解确实不多，很想了解了解。那最后回顾这个项目，你会发现任何项目都是有周期的，你的入场姿势非常的重要，而且你的启用成本也很重要。我实际上在一开始的时候做了一个什么事，给这个老板交了2万的房租而已，因为他在钱塘江边上租了大平层用来会客，租金就要12000一个月。我带去的兄弟呢，每个人是交了1万给他当做房租费。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直接在他那里干的，后来人多了才出去开了公司。那这个成本和我以前做实体那真是没法比。所以你真的想做一件事的时候，你要考虑如何轻资产启动，其实方法是很多的。我在创业的过程中呢，也在不断的总结自己的经验。后来我发现做项目其实就是3个境界。第一个境界，看山是山，什么意思呢？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很多人的第一桶金来的都非常莫名其妙不管是你自己赚到了还是你看别人赚到了，就是在你往往想不到的地方赚到了钱。
我特别爱读个人传记，我也喜欢研究其他创业的、做项目的人是怎么成功的。我想研究他们的成功规律。后来我发现，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行业的人都有，什么性格的人都有，什么路数的人都有。就拿行业来谈，行业有大有小，各有各的特点。比如前面谈的电商就是个大行业了，什么规模的团队都有，还有小行业。比如我最早接触互联网呢，其实是从百度 SEO 开始，这都是非常冷门的东西了。我相信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小伙伴听都没听说过。但是到现在呢，其实还有一些网站的站长混的是挺不错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去说这些领域了，因为网站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历史的市场，非常的小众冷门。所以网站这里面呢，要是讲一个赛道，你可能会发现一个赛道里面就那么一两个网站是做的不错的，是高手做出来的大流量站，或者说你看到某个赛道里面，它可能这个赛道里面几十个网站都是由某个站长做的，那这个赛道的流量基本上就是由这个站长垄断掉了，然后他接广告，那这就是站群。所以基本上就是你一说到赛道，有很多这种小众的领域，你就给它找出来了。包括到现在为止，我也只是知道一些朋友的一两个网站而已，就是那种没有什么流量的样板站。真正赚钱的网站呢，它是不会告诉你的，它也不可能告诉你，否则你可以天天 DDoS 它，那它的网站就废掉了。实际上它还隐藏了 N 多个网站，它是不会和别人讲的。那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方式就是买卖网站的方式，比如说有一些站长是做流量做得不错的，专门就是负责把一个站的权重给它做到权重3、权重4，然后呢把这个网站就卖出去。我有一个哥们就是1年靠卖站，他能够赚取到7位数的收入。但是这个东西比较累，累在哪儿呢？前期会很累。第一个建站很容易，但是要把站点的流量做起来，周期是非常长的，最快都要3到6个月。因为光是搜索引擎收录你的站点，能够给你的站点展示，都要等一定的时间。然后你要慢慢的更新，去提高你的流量权重，这是很长的一个周期。而我们在视频平台呢，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有针对人群的算法。为什么我们在百度上搜出来的内容基本都是垃圾内容啊？因为那些垃圾内容它是写给搜索引擎看的。它是靠标题的关键词、文章的关键词去抢排名，要的是来源于关键词搜索的流量。所以这些文章呢，它永远第一维度是先给系统看，其次才是给用户看。用户体验是完全放在最后的，他们想的是如何上搜索排名，如何把流量做上去，其次才是我要不要给用户展示好的内容。所以你看咱们在百度里面基本上都是很难搜到好的内容的，不像其他的平台，其他平台的算法主要是针对用户来做优化的。所以这个作战周期长，尤其是你要尽快做起来，你需要进行批量的更新，更新的量是很大的，一天更新10篇、8篇文章都算少的。虽然你写的文章也不是给人看的，但是这个更新量也是挺累人的。所以像专业做网站买卖的，当你卖了第一个站，有了收入之后，就要请合适的写手帮你写站。他现在一天可以同时写10几个站，就是有写手帮忙。在网站交易这里呢，本身也存在着套利空间。首先，网站买卖的渠道是非常不通畅的，本来站长就少，懂行的人更少。有些站长呢只会做站，想变现的就把自己的网站卖出去，有的卖个10万块钱出去，以为是信息差。然后还有很多的站长就是转型做独立站去了，那独立站就更复杂一点，你要解决产品的问题，你要解决海外发货的问题，还要知道怎么和老外沟通。实际上，单纯从网站来说，国内的网站生态并不好，规范特别多。没有多少站长愿意正儿八经的在网上长期做内容的，很多留下来都是劣币驱逐良币。所以正儿八经的更好的网站生态在海外，外国人特别爱写一些博客啊，做独立站之类的。你会发现谷歌的搜索体验是非常的好，因为它的生态是鼓励站长创作的。在国内大量的博主会教你怎么做自媒体，怎么做长视频，怎么做短视频。那在国外的话呢，大量自媒体人他是教你怎么做博客，怎么做网站。所以怎么说呢？这些站长也是在一个行业里面深耕成了高手，一直在水下赚钱，普通人是看不到的。这些人天天泡在互联网上，搜索信息的能力都是1等1的，经常能发现一些信息差，有时候感觉也是挺神奇，千奇百怪。这就是我说的第一个境界，看山是山，没有规律可循的，往往莫名其妙踏入一个行业，了解一个渠道，于是就开始赚钱了。但是它的底层逻辑我总结出来只有2个。一是很意外的踩中了某个项目的红利期，二是很意外的发现了某个渠道的信息差，基本上就这2种情况。这2种情况都有一个特殊点，就是它是超出你的本来意识的，你的世界观中本来并不存在这个东西，而是发生了之后你才具备了意识它的能力。第2个境界，看山不是山。这个阶段就是你也进入了一个行业了，然后你要深耕了，这是深耕阶段。这个阶段没有太多的变数，你要做的就是具体的积累。深耕它也分成2种路径，第一种是行业上升期深耕的，第2种是行业下降期深耕的。
行业上升期深耕就不说了，那肯定是叠了双重 buff。那有些朋友觉得奇怪了，行业下降期深耕那是啥呢？就拿网站而言，网站是什么时候的产物？网站那是冰河世纪的产物了，那是产生于移动互联网产生之前。移动互联网诞生之前是站长的黄金时期，站长非常的赚钱。那个时候你说你是某个站点的站长，你说我网站的流量有多大，这个网站就是你的名片，那是非常有派头的，直接就可以拿网站融资的。直到现在还有很多的业界大佬一开始都是个人站长，但你可能不知道，后来移动互联网兴起之后，网站被装载到 APP 里面，才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移动互联网生态。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个人站长很赚钱，只是你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说白了，这个行业没人关注了，但是依然有人在深耕在赚钱。还有一些出海的站长那就更厉害了，这离我们主流的互联网圈子就很远了，简直无人问津。那和第一个阶段不同的就是在这个阶段，你赚到的和你看到的都是确定性的钱，你非常清楚什么样的业务会产生什么样的利润，行业格局呢没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的东西都是确定性的。而这个阶段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它决定了你在第三个阶段你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牌可以出。那么到了第三个阶段呢，它就是回到了看山还是山的阶段，这个阶段又来到一个很玄乎的境界。很多有资金有团队的老板就是到处跑到处碰撞，比如前面带我入行电商的这个老板，这种人他就深刻的理解了商业的周期性和随机性，他们都是在和概率博弈。那和第一个阶段的相同点是都是非常充满不确定性的一个环境中，那和第一个阶段的不同点呢，就是他们会有意识的去制造概率，有意识的去迎接一个周期，就是他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他们知道一旦有什么样的迹象冒头的时候，应该往什么样的方向去走，往什么样的方向去找线索，并且在关键节点上他所做出的行动与普通人的认知往往有着巨大维度上的不同。这种人就深刻的理解了商业的周期性，他不会被捆绑在一个项目上面，他也不会待在某一个业务盘上面，所以他在入局的时候，他的角度和姿势也非常的奇怪，甚至非常的诡异。所以哪怕每天我们和他待在一起，你以为你看明白了，其实没有看明白，往往又过了几年之后呢，你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创业这门学问确实是需要认知和时间喂出来的，只有做过见到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也是因为我遇到这么多的事情，所以一旦有谁说起他的创业经历是一帆风顺的平步青云的节奏，我都会表示质疑。我遇到大大小小的老板，没有谁没吃过亏，也没有谁能不受商业周期的影响，大起大落的人也非常多。这里我必须提一句，创业需谨慎。说到创业，你必须要是受虐体质才行，要能扛事。每一个业务节点上都需要烧脑，遇到困难的时候还要保持行动力。我刚创业的时候呢，对成本是没有什么意识的，和朋友做公司招了20多个员工，每天早上起床一睁眼就是3000块的固定成本花出去了，这还不算随时会产生的其他支出，一个月平均下来每天就是5000多的成本都打不住，这种成本倒逼的业务压力只有体会过的老板才知道。结果我的合伙人呢，他因为饮食不规律，查出了直肠癌晚期，差点就要切掉肛门造口袋，一直靠吃进口药挨日子，还好他是广州土著，家里呢在沙河市场开档口炒档口赚到了钱，能吃得起。当他住院休息去了，我就苦逼了，任何问题都要自己解决。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做生意的过程中，你永远想不到问题会从哪里冒出来，这个世界总会有一些超出你预期的事情，人才是关键。项目好做，人难把控，只要人员结构简单，人事关系简单，项目的可控度就高很多。我也越来越青睐于一种小而美的模型，越轻的模型越好。尤其业务很忙的时候，有时候你还需要出去拜访别人，和各种人打交道，硬生生把我从一个社恐改变了，真的那种压力你无法理解。白天倒还好，一到晚上就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个人躲在被子里面偷偷笑出声来。可能是我比较喜欢充满变化的生活，但每个人的生活观念真的是不一样的。你会得到一些东西，同时你也会失去一些东西，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在我创业的几年后，我发现了一个现象，我自己把它称之为个体创业者的收入陷阱。也就是一个个体创业者，不管是做项目还是做内容，不管是自己一个人的形式，还是有小而美的团队的形式，创业者个人的收益都很难超越200万一年，大部分其实是徘徊在30、50、100万左右，差一点的就更少。绝大部分个体努力到巅峰，收入上限就在这个区间内，不管是做项目的还是做内容的都是如此。如 B 站的 UP 主、小红书的博主，基本收入都在这个区间内。
我们不谈头部的现象级 IP， 他们是行业内的独角兽，他们的收入量级对比普通的创业者不具备参考意义。而做项目的，我见到的案例就更多了。很多人在各种项目中跳来跳去，有时赚得多，有时赚得少，收入波动非常大，但几乎都没法突破这个魔咒。有时候看着每个月的流水很大，但盘算到手的收益也就是卡在这个区间内。这个阶段是做生意的第一阶段，也是绝大部分创业者很难突破的领域。能突破这个门槛的，往往都有一些独特的东西，可能是出众的个人才能，可能是独特的渠道，可能是丰富的人脉资源，可能是独特的家庭背景。总之，是和主流群体能够拉开身位的东西。而能超过这个收入的，要么就是成长为具备稳定业务规模的公司了，要么就是超级个体。能超过这个收入的呢，我感觉至少符合以下3个特征中的一个，也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所谓天时，就是时代的红利。比如说在早期入驻 B 站或者是入驻某一个平台，流量就是很大，任何一个平台都是这样子的。所谓地利，就是在一个好的行业里面占据了生态位，而生态位这种东西一旦占据，后来人就鲜有能挑战的，势能也会持续向它集聚。这有点像营销理论中的心智定位，你占领了心智定位，对手就不是和你竞争，而是和你占据了整个生态系统进行竞争。而人和呢，则是指个体的力量很强悍，个体创业的这个量级其实谈不上很强的团队，因为在这个收入量级，你也不可能养起一个能力很强的人。老板的战斗力决定了团队的战斗力天花板。我也接触了不少内容行业的博主，有些人可能一个人或者带1-2个助理，做得好的1年的利润就有200-300万，而一些博主甚至只是这个底部腰部的博主，年收入也轻松上50-60万，而且开支也会小很多，背负的压力也比较小，整体的工作节奏也会清闲很多，更不用协调那么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开一个公司，人多的时候看着好像光鲜亮丽很有面子，但实际上并不是那回事。每个项目前期的时候都是很好做的，而且把团队组织拉得那么大，人多的时候为了绑定团队之间的利益关系，光是分出去的钱就有6-7成。我也看过不少的这种案例，就是某博主他做流量的能力很厉害，或者因为他没有时间管后端的团队，然后他是找人来帮他管后端团队的，在这里面就出现了很多内部腐败的现象，我见过不少这样的案例。所以几乎每一个项目都是做着做着就没有那么的暴利了。说实话，我们都是在和时间赛跑，赚钱是脉冲式的，而后期的 ROI 就会下降，不得不收缩团队规模，主要是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要找项目、测试项目、复制项目等等。而很多博主他的核心工作就是跟内容，至少我感觉做内容呢要比做项目要轻松多了。甚至从我这分号出去的兄弟，去年有的进入直播领域踩上风口，去年的年收入超过了我，而且就自己搞，最多招1-2个人一起搞，这件事也给了我一定的震动。我倒不是说因为我带出来的兄弟赚钱比我多我就失落了，而是我在思考，你看我带出来的一个兄弟碰到一个好项目，赚到比我还多的收入，所以我不得不思考，我这几年到底积累了一个什么叫做核心竞争力的东西。说起对各种项目的了解，对商业的基本认知，还有在行动力和执行力上，我比没经验的人肯定胜过一筹，但是还没有感觉到一个真正意义上和其他人拉开身位的东西。我就感觉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是掷骰子的游戏，谁掷的骰子点位多，谁就往前跑一步。但是我们是怎么样的？我们依然还是在这个2维的游戏里面。今天可能你碰到的项目比较好，赚的比我多，明天我碰到好项目赚的又比你多。比如有些兄弟他独立出去，他现在又遇到问题了，他那边项目可能又没有什么进展了，他又反过来问我有什么可做的。我相信每一个创业者在赚到钱之后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你似乎有点疲于奔命的在追逐利润和增长，但好像没有生根下来什么壁垒。那有些朋友就说了，那你找一个行业生根不就是了？但是你看完我前面讲的这些东西，你就会发现，在现实世界中，生根这件事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它难度高，不是说你努不努力决定的，往往还要看命运和机缘。而且很多好领域你连参赛的资格都没有，到处都是资本和团队，一堆有钱的资本已经卡住了生态位，你想过去是很难过的。而且很多行业呢，它已经有很多早期的对手了，它已经扎根在里面，有的甚至已经是把某个赛道给垄断掉了，有些它是真真正正的扎在里面干了10几年。你想说我要靠自己的聪明才智，靠着我想一个什么样的竞争策略，你去跟他竞争，你这1-2年去打败他，说实话真的有一点难度。不仅仅是创业，在职场也是这样。在我们进入一个行业后，你会发现这个行业有大量的专业人才了。大家在读书高考的时候都体会过什么叫做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那是学生时代通行的规则。但是等你到了社会上，如果你还是秉承这个规则，那你会很痛苦。而且和你在学校中不同，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 bug， 社会上很多人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资源和经验，作为一个后来人呢，你根本无法和他们在一个平等的起点线上开始竞争。你能够想象你和你的老师和教授一起参加专业考试吗？你根本不愿意这样去做，他们是你的前辈，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他们清楚的知道每道题的解题思路应该是怎么样的。而你在面对一个具体的难题时，只会抓耳挠腮，回想老师之前是怎么讲的，你根本就不想和他们去竞争。但在社会上，这种平衡的竞争被打破了，很多行业里面都会有专业人才，他已经占住位置了。在很多行业中呢，你想要获得晋升，想要提升自己的职业地位，往往提升一个节点，就要耗费几年如一日的持续努力。但这种努力的预期并不是确定性的，很多人也会在进入一个行业几年后，到达自己的行业天花板，然后就再也看不到晋升空间了。所以你会发现，不管是创业这条路还是职场这条路，面对的根本问题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坑的位置是越来越少的，但萝卜没少。对核心竞争力的思考，对能力壁垒的思考，可能是需要贯穿我们一生的。实际上，照我观察，就是95%以上的人他是靠风口赚钱的，只有5%的人是在某一个行业里面扎根下来，真正具备所谓的行业核心竞争力的。这种人其实极其稀少，在每一个领域都很少。所以很多老板他是怎么样呢？什么赚钱他就先做什么，等到他财务自由之后，他才真正的会去找一个行业深耕下来，这也是常见的一种策略。对于策略上来说呢，我觉得没有什么优劣之分，关键看你自己会怎么选择。我觉得这也是抛给今天的年轻人一个重要的命题吧，就是业内的前辈他已经把位置占住了，你怎么进得去，对吧？你的上升空间在哪里？你的位置在哪里？所以你需要不断在思考，在你的工作中呢，你到底积累的是什么？你积累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未来时代所需要的东西？机会往往就产生在局势发生变化的时候。每个行业都会因为内部外部的问题出现变局，但那个时候你手上要有牌可以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其实我们最讨厌的是什么？最讨厌的是不确定性。你看不透未来，所以你不知道现在的方向是对是错。所以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行业在风口的时候那是啥都有，但是风口一过，不管说他之前晋升到什么岗位，或者是赚到多少钱，都会感觉到有些迷茫，就是因为风口没有了。所以不管你是在职场上还是在创业的路上，大家都在摸索。有的时候你别说咱们普通人会迷茫，我就问那些老板，包括有一些身家千万上亿的老板，人家照样会迷茫，只不过对待迷茫大家有不同的态度。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呢，就是体现在看不清未来的时候还有没有行动力。有的人可能就是一迷茫就完全没有行动力了，彻底摆烂了。那有一些人呢，他是有行动力的，他会知道我要一直往前走。对待未来的不确定性，到底怎么做决策，不仅仅是外界问题，最重要的是还要回归到你的自身去看。人不就是一个十分纠结的物种吗？来回摇摆，反复撕裂，反复质疑自己，时而瞻前顾后，甚至摇摆的有一些魔怔。别人也许看不出来，但你自己知道自己到底打脸打了多少次。这些都是人的天然属性，但这已经不重要了。之前的人生经历告诉我，每一条路都充满了未知、惊喜和坑。完成了基本的扫雷，接下来就闭着眼睛选。你会纠结、摇摆、分裂，试图去迎合所有人，试图让所有人去认同你，试图说服反对你的人，或者选择妥协。但最后你还是会在这种迎合和妥协中分裂。尤其是你要完成在重大节点成长的时刻，你几乎总会面临一个以往的认知崩塌再重组的过程。路上你还是会活成你自己，你也终究会活成你自己。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是全专业的逃课第1名，差点被劝退。在单位的时候呢，全单位只有我一个人不去加班。我好像习惯于特立独行，所以我这种性格也不可能在银行待多久。我相信那个时候我就是领导眼中的愣头青。而在我走上社会，人家在商场上打拼了多少年，在我懂的领域，我就大大方方给他建议，指出他哪里是错的。我这种行为呢，反而赢得了一些贵人的赏识，并给我带来一些额外的机会。我用一种独特的路径完成了一个愣头青的进化。也许我并不知道我当时要什么，但是我非常清楚我不想做什么，就这样跌跌撞撞走出了自己的路。后来在社会上，我也试图磨去自己的棱角，变得圆融一点，变得所谓的上善若水。后来我想通了，为什么要讨好所有的人？其实你做不到的。你做什么都会有人看不惯。如果你试图讨好所有的人，最后你会发现你什么事都做不了，你干什么都有可能是错的，你完全成为了他人意志的承载体。
所以你到底是要讨好别人，还是要贯彻自己的意志？如果你是为了讨好别人，那你就不断的妥协，你的主体意识也肯定会在这种持续的妥协中消解掉，直到最后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因为你的自我意识早就消解掉了。你还活着，你还在不断的衣食住行，但是你找不到自我主体了，你彻底的妥协了。你的一举一动是出自于别人对你的期待，并且你也会将这种期待不断的加在后来人身上。所以为什么要在意别人对你的评判？直接无视就好了。人之所以成为自己，就是因为他是他自己，同类相吸。后来我发现我遇到的人也是这样子的，都是非常特立独行的人，这也许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组合了。一群特立独行的人，反而因为他的特立独行却走到了一起。一个人是什么时候立起来的？是从他意识到应该靠自己的意志立起来，而不是靠他人的期望立起来的时候，他才真正意义上的在自己的内心立起来。只有这样子，在面对困境的时候，在面对成败考验的时候，他的内心都不会再坍塌。那么在不确定面前，我们自己的内心立起来之后，我们要开始找路径了，对吧？内部的东西你已经有了，那么我们怎么搞懂外部的东西？我们怎么搞懂游戏的规则？往往我们一开始行动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手上的牌很少，甚至别无选择，看不到任何好的发展方向，那怎么办？以前在天涯论坛上有一个高手叫做3段与8段，这个人叫雕爷，也是一个争议性很强的人物。然后他当时做了一个什么事呢？他做了雕爷牛腩、阿芙精油、合力佳，当时成为了营销领域的现象级品牌。我还是在大学实习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的文章，当时我才出校园，在7天酒店做一个前台，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我有一个亲戚在酒店里当区域经理，我妈看我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就叫我进去锻炼锻炼，先接触一下社会。我当时也还没去考银行就想在社会上先混一下。我每天就在酒店做前台打杂，然后跟阿姨在房间里面收拾布草，然后给人家收拾那个一次性手套你都不知道我收拾了多少个一次性手套。有时候呢还要带着跟团的旅客去景点，有一次拉了一堆韩国的旅客，认识了一个朝鲜族，他在韩国做酒店前台，同样是酒店前台，人家的工资是我的5、6倍。那个时候还流行做代购，一年搞几十万，要不是我不懂韩语，我都想去了。就做这种岗位也会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渺小，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网上找门路。当时天涯论坛有一个板块叫做创业家园，我就经常在那看，就看到雕爷他有一个理论讲得特别好，一个人往往是在 A 开始，然后接触到了 B， 接着挪到了 C， 最后在 D 上发了财。往往人呢他是分阶段做事的，当你还在做 A 的时候，你发现不了能够让你实现理想追求的机会，没有一扇门是能够直接通往你理想中所追求的那个成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别人的成功路径，却发现往往无法复刻呢？因为在你发现这个人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在前面做了很多的事了。他是先做了 A， 在 A 里面积累了经验，然后做了 B， 在 B 里面积累了人脉和资源，然后去做了 C， 在 C 里面积累到了资金，接着才开始做 D。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是无法复刻它的。 A、B、C 这3个领域，你发现只要任何一个领域没落了，你就缺少了一个节点，对吧？那么你就无法去复制它的路径。所以你需要走出自己的 A、B、C、D， 不管你现在面临什么样的情况，你得先赢得眼下的 A 阶段，才有进 B 阶段的选择权。但如果你现在已经是 D 阶段，你就有所有的选择权，你想参加哪场比赛都可以。所以在我们没有赚到足够多的钱之前，千万不要嫌弃机会小了，机会是一波一波出现的。中国人又那么多，平时哪有那么多的好机会等你上呢？所以一开始不需要太纠结，人生是一场无限游戏，不是说你这一次决定了，一切就终结了。而我发现身边的人，包括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很喜欢好高骛远，把人生规划算得很长远，遇到一个小坎坷，似乎就面临着千斤之重，以为自己只要绊倒了就会失去人生的10年，但10年之后你再回看，当初所有的纠结都显得十分可笑。如果有那个时间纠结，为什么当初不全力以赴呢？选择你认知内最好的那个就可以了。也许现实会验证你是错的，没关系，再选择一个你认知内最好的选择。但不管是选择了哪一个，一定要专注比赛。任何一个普通人一开始面临的选择总是很狭窄的，绝大部分人在游戏开始的时候手上抓到的都是一把烂牌。所有人都处在自己的相对游戏中，就和玩游戏一样，你升级了，你也会遇到精英怪，你觉得自己眼前的这个难缠的小怪很难打，而别人面临着满级的神装怪更不是好对付的。几乎我们永远都会面对一个均值回归的世界，
对手的素质永远是和你的能力档位相匹配的，所以你得不断的强大自己，不断的创造真正的成果，你的选择才会越来越多。也许你还来不及成功，没有关系；也许离你理想中的成功还很遥远，没有关系。先争取选择权，而你只要专注于眼前的这场比赛，你就能够超越90%的对手。也许第一个阶段你完成的磕磕绊绊，第二个阶段呢，你依然是狼狈前行，但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路越走越宽。面对不确定性，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对冲风险的策略。比如说我做了这么多个项目，我几乎每次都是和人搭档的。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从银行出来的，所以风险控制的意识比一般人要强一点，我宁愿赚少一点，都不愿意独自承担经营风险，而且遇到问题能有人可以商量。另一方面，我这人可能有点散漫，我喜欢自由一点，我不喜欢事无巨细全部去抓，我能够比较快的研究通一个项目，总结出 SOP 流程，但这个流程总结出来之后，很多板块我就不会自己去做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把某个 SOP 流程跑出来之后，然后一个小兄弟，他是我们团队里面社交能力最强的一个，特别会来事，玩得转关系，最后单干了。最后呢，他通过这个东西变现很多，结果我还没有他赚的那么多。不过他走之前也给我贡献了最多的收益，所以各取所需吧。我还有哥们在研究某红书考研建模方面的业务，说实话，这块我确实是一窍不通，因为他是研究生，我不是，所以任何事都是信息差吧。讲到这里，这个视频差不多也就到了尾声。最后我想说的是一些信念和心态上的东西。关于内卷的问题，确实引发了很多人的焦虑和抱怨。但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我们可以想一下，哪个行业不会陷入红海竞争的泥潭呢？我接触了这么多行业，没有，真的没有。当行业变成红海，看到别人的行业好，马上就想转行，这也并不现实。各行各业赚大钱的都是有积累的人，一个新手进来，光靠抖个机灵，随机应变也掩盖不了基本功的缺失。等你有了经验之后，行业的草莽期往往也已经过了，所以最终拼的还是基本功。所以换个心态，勇敢的去选定一个航线，告诫自己，你不是要做这个，你是必须要行。去攀登那险恶的高峰，注定是你我要踏上的旅途。与其一直抉择不定，不如选准一个方向，全心全意投入。不管你最后选的是什么，一定是为了自己的目标而行动，而不是不假思索的顺应这个社会给我们的安排。在攀登的过程中，你会看到大量意志不坚定的小白新人，不断的从山上掉下来。任何一个行业都符合金字塔原则，看似人多势众，但构成这个行业底部最大基数的群体就是这些来来去去的人。如果你有长远的规划，有持之以恒的定力，你愿意不断的往上攀爬，最终你会发现你的竞争对手其实很少，就是行业里面顶部的那么一群人。如果你想在长期的竞争中获得最大收益，你就必须和这么一群优秀的对手竞争，这就仰赖你多年积累下来的实打实的技能。人生其实是可以找到一条低风险的增长曲线的，而且不管在任何领域，它都关乎于你的能力增长曲线。趋势永远是先缓慢发展，然后在经历一个个节点后指数级上升。未来的社会拼的就是硬实力，你有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能拿得出手的本领，决定了你能否安然度过即将到来的寒冬。包括做项目也是的，做一个长期主义的项目会在未来开花结果，但这种项目往往短期之内并不会带来收入，所以还需要做一些短期的项目赚取现金流。但无论如何不能忘了自己的目标在哪。其实为了让这条视频尽量叙事清晰一点，我已经尽可能简化了很多的细节，也只讲了我一部分接触的项目，防止有一些小伙伴听了之后感觉比较懵。可以说该踩的坑我是一个都没少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我都以为自己的经历是比较复杂的，但在和很多老板接触之后，我发现拥有离奇经历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在接触这么多项目后，我也拥有了较强的鉴别项目的能力，拥有了做减法的能力，这都建立在之前的经历上。现在的大环境可以说不是很理想，见了太多案例，我感觉找到人生的低风险增长曲线是很重要的。我已经很久没有整理过这么长的稿子了，长视频算是我最晚接触的一种内容形式。我还时常想起当初进站时的那个下午，那股心中的喜悦。古人有闻鸡起舞，我有闻鸡进站，都到了这里了，应该没有小黑子了吧，不然我真的生气了。这条视频我没怎么写稿子，主要是口述然后转文字了，可能比较口语化，但是希望能对你有些帮助。主要讲的是一些商业实战的东西，如果你觉得有收获的，也可以一键3连关注我。很多人说现在的大环境很难，我想用这段话作为结尾，方向没有优劣，但必须务实。
符合切身条件所致。脚踏实地的前提就是确实还有1亩3分地属于你，所以要因为有的选而庆幸。努力或许并不会在当下应验，但你依然可以相信，当下跨出去的每一步都是未来的基石和铺垫。哪怕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的内心也不会再坍塌。斯皮尔伯格在他的电影《侏罗纪公园》中提到了一句话：生命总会找到出路。我也相信日拱一卒，功不唐捐。共勉。